大家好，我是戴镜拿着话筒拿了3片片人间课堂。最近有好多小伙伴想看这部剧的解说，开始之前啰嗦2句，本故事纯属虚构，未成年人。好吧，就算是成年人也不要模仿。男主小白是个普通高中生，也是市面上少有的别人家的孩子。他不仅成绩优秀，全班第一，而且尊师重道，服从管教。在外人看来，小白就和偏偏一样优秀。按理说，小白这样的优等生应该颇受欢迎才对，可他却活得像个透明人，连班主任都劝小白，年轻人就该有年轻人的样子。班主任虽然看不透小白的内心，但这番话也不无道理，因为小白确实有2副面孔。表面上他是平平无奇的好学生，背地里他是不能播 APP 的运营者。这个 APP 由小白亲自研发，在开公共汽车违法的韩国，不仅为失足少女们提供接单的机会，也在他们遇到危险时及时给予保护。因为这个 APP 有个可爱的柴犬形象，所以之后我们就称它为狗的 APP。在认识小白以前，一般人都很难想象高中生居然有这样的胆量和经济头脑。不过小白并不以此为荣，他自己从来不露面，只是以叔叔作为代号，并用变声器指挥唯一的手下胡子叔替他处理所有工作，以及收取女孩们交的保护费。这一番操作下来，姑娘们都以为小白是个什么了不起的大人物，对他言听计从。要知道韩国的手机支付远不如咱们天朝发达，在不露面的情况下，小白要如何收发现金呢？这一点小白也自有安排。某天放学后，小白来到地铁站，这里有个固定的储物柜，是他和胡子叔交易金钱和信息的地方。今天小白和以往一样拿走保护费，转头就收到了手底下一个叫花姐的姑娘发来的求助信息。干这一行奇葩的顾客相当多，小白早就习以为常，立马联系胡子叔救人。还好胡子叔一般都会守在酒店附近，小白这头一通知，胡子叔立刻行动。此时一个猥琐眼镜男正把花姐绑在浴缸里录像，花姐则不断敲打着手环，这手环和狗子 APP 连接，姑娘们只要有危险，一按手环就能直接给小白发送求救信号。眼镜男显然对此一无所知，他刚剪下花姐的头发，正为新的收草而高兴，但是很快他就笑不出来了。胡子叔救了人，又把现场情况报告给小白。小白给出指令，伤害他的员工就要付200万韩元的赔偿。可眼镜男猥琐之气满点，钱包里却空空如也。小白只好让花姐自己选，是要全款还是再揍眼镜男一顿。花姐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。看到这里，大家是不是都很疑惑？小白好好一个学生，为啥要干这种违法乱纪的事呢？这话要说起来，小白也很无奈。他最大的梦想是考上韩国的 SKY， 也就是首尔、延世、高丽3所顶尖大学，将来找份普通的工作，过平凡的生活。这种人生理想，要在一般家庭，父母就是砸锅卖铁，也会让孩子好好学习。可放在小白身上就非常奢侈了。小白的父亲是个老赌鬼，母亲也因此离家出走。为了不再被老爸剥削，小白早就搬出老家，独自生活。他现在不辍学业，就缺9000万韩元的学费，9000万换算成人民币也要50多万。他们用点特殊的办法，实在很难快速攒钱。也正因如此，小白每天都活得压力山大。而小白灰暗的生活中，唯一的光明就是他暗恋的女同学小红。可小红家境优渥，性格活泼开朗，是学校里的万人迷，所以从上高中到现在，白与红就一直处在2个世界，毫无交集。可缘分要来，那是挡都挡不住。小白的班主任神助攻，他办了一个社会问题研究社，成员暂时只有小红一个人。班主任邀请小白也加入社团。小红看小白又呆又萌，也并不排斥这个新成员。当晚，他们讨论了很多学生的心理问题，2人很快还约好周末一起进行社团活动。但就在小白情窦初开的时候，他手下的姑娘们却不让人省心。姑娘们都住在同一个宿舍，而小白的同班同学阿珍居然也在其中。阿珍做这行的理由相当离谱，她的男友阿强是个花瓶软饭男，虽然比阿珍高1级，但是吃喝玩乐全靠阿珍掏钱，这导致阿珍在恋爱上的投入就像无底洞。阿珍最近给男友买的限量版手机壳丢了，她着急买一个新的补上，所以迫不及待的想要接单赚钱。可小白这周末要和小红见面，他决定给姑娘们放1天假，还让胡子叔也好好休息，顺便修一修他的破翻盖手机。第一次和女生约会的小白手足无措，大门打不开，咖啡也不会点。小红一点也没嫌弃他，反倒是在聊天中，小红得知小白一直自力更生，他顿时就来了兴趣。就在小白正享受和小红的2人世界时，阿珍背着小白和胡子叔在狗子 APP 上偷偷接了一单生意。可是他绝对想不到，下单的顾客正是花姐上次遇到的猥琐眼镜男。眼镜男带了2个朋友，就想趁这次打击报复。他2话不说，先保了阿珍，就等胡子叔来救人，好好揍他一顿。可当阿珍敲响手环求救，只联系到了小白。等小白再想找胡子叔，才想起来胡子叔的老人机正在翻修，根本接不到电话。看来这次只能靠他自己出手了。小白偷偷从咖啡厅离开，他小脑瓜一转，先报了警。等警车到了酒店楼下，小白再通过狗子 APP 告知眼镜男，让他识相的话就赶紧滚。眼镜男没想到小白真敢报警，和同伙连忙跑路。阿珍也趁机离开。可一名前来办案的女警却记住了阿珍背包上的小挂件，觉得一个小姑娘大白天来酒店有些奇怪。女警会凭一个背影就揪出阿珍吗？咱们继续往后看。等小白处理好这次危机，回到咖啡厅，小红早已离开，还让服务生提醒小白，他刚刚把书包落在了这里。小白没想到第一次约会就半途而废，也只能自认倒霉。小红看似大大咧咧，男孩的性格，可实际上他在咖啡厅就注意到小白有2部手机，还趁小白在教室打盹偷走了小白营业专用的手机。
没想到小红出身大户人家，实际上和小白一样是个双面人。小红虽然衣食无忧，令人羡慕，但她的亲妈身为大型经纪公司的老板，一直在各方面严格要求女儿，就希望女儿有一天能继承公司，替她守住好不容易打下的江山。可小红对成功的人生并不感兴趣，妈妈的过度期望只让她越来越叛逆。她和小白一样，只是表面听话，心里却一直追求刺激。可惜小红只能在幻觉里爽一爽，没人能想到她有多羡慕小白。她也想自己动手，丰衣足食，独来独往不受管束。所以小红偷了小白的手机，不管小白打什么工赚钱，她都想掺和一脚。而为了了解小白的秘密，小红再一次约小白私下见面。而傻乎乎的小白直到去储物库取钱，又想联系胡子叔停工，这才发现营业手机不见了。好在2部手机能互相定位，地图显示他的营业手机就在学校里。小白匆匆赶回学校，四处寻找手机，可他眼神不好，身手也不行，只是看到一个相似的手机，就一个俯冲外加一个小滑，直接搞到了阿强给阿珍准备的惊喜派对。阿强可是学校的扛把子，当时就把小白拽过来一顿胖揍，阿珍拦都拦不住。直到小白的赌鬼老爸突然出现，阿强才带着小弟们散去。不用想也知道，刚刚那个相似的手机根本不是小白的。小白和老爸许久未见，也是话不投机半句多，父子俩没说两句，小白发现营业手机就在附近，当即就跟着定位去追小红。而小红正在翻小白的相册，居然发现了小白的小金库，那可是几十卷大额韩币，这让小红对小白的工作更感兴趣了。正巧这时，阿珍发起了工作申请。小红虽然不知道狗子 APP 是干嘛的，但也点下了同意键。可阿珍经过上次眼镜男的折磨，只要接单就会头晕目眩，浑身冷汗，看症状很像恐慌障碍。所以这次他刚进门就开始求救。小红接到信息后，也按流程通知胡子叔救人，这搞得顾客也很无奈，啥也没干就被当成变态。胡子叔有点心疼阿珍，就劝他仔细考虑还要不要继续工作。另一边，小白见一时半会儿找不到手机，只能用旧手机联系了胡子叔。在得知拿走营业手机的人安排了接单，还安排胡子叔救人，小白猜到此人已经对自己的生意了如指掌，肯定不会轻易归还手机。想到这里，小白开始后怕，他觉得自己有把柄握在对方手里，现在别说考大学了，进不进局子都两说。小白哆嗦了一上午，终于打起了精神。现在可不是坐以待毙的时候，他把小金库塞满整个行李箱，带上宠物寄居蟹就准备跑路。可就在他要出门的时候，小红发现小白没来学校，居然直接逃课来他家里堵人。小白对小红总是无法拒绝，他让小红进门，小红却一眼注意到小白的行李箱，意识到小白要离开，他赶紧走进卫生间，用营业手机给小白打电话，告诉小白只要去学校附近的年糕摊，他就把手机还给小白。可是今天小白家的客人实在有点多，等小白离开后，小红刚看到行李箱塞满了钞票，小白的老爸却在这时候登门了，他也发现了这一箱现金。而赶往年糕摊的小白一看手机，发现营业手机的定位居然在自己家附近，马上有了返回，但一切都来不及了。眼看着老爸拿着他的钱消失在人海，已经手足无措的小红手握他的营业手机，要是现在开比惨大会，小白应该能直接进决赛。一直暗恋的女孩不仅是个小偷，还是个骗子，好不容易积攒的学费让亲爹抢走了，连唯一的宠物寄居蟹也被慌不择路的老爸踩死了。小白真是想不崩溃都难。可生活永远不会因为你已经够惨了就对你好一点。因为小白搞到了阿强的惊喜派对，阿强就把小白当做了新的霸凌对象，总想欺负他一下。而小红美女救奶狗为了加入小白的事业，居然当众承认小白是她的男朋友，帮小白逃脱阿强的纠缠。不仅如此，小红还给小白介绍了柔道部的男同学，想发展援交男这条路线，帮小白重新赚回学费。只不过此时的小白心灰意冷，根本不想重操旧业，直接用一句大可不必就拒绝了小红。小白大老远去老爸的破窝，还痴心妄想能把钱找回来，而小红也不顾小白的冷漠，非要陪他一起去。这老爸不仅欠电，智商还欠费，不愧是逢赌必输的老赌鬼了。他花光了小白的积蓄，别人都投资比特币，他投资皮特币，被人骗的1分钱也不剩。虽然老爸从没在小白的生命中承担过父亲的角色，但小白还是无法接受亲爹为了赌完全不管自己的死活。看小白的情绪已经跌到谷底，小红心软把手机还给了小白。就在小白对是否重蹈旧业心存疑虑的时候，补习班老师打来电话通知续费。小白走投无路，只能启用狗的 APP 重新开张。从丢手机到找老爸已经过去了好几天，姑娘们好久没收入，个个都急着上岗赚钱。其中最着急的就是阿珍，毕竟她还养着个吃软饭的阿强。阿珍找到胡子叔，可胡子叔自从知道阿珍有恐慌障碍之后，就专门调查了阿珍的身世，发现她吃穿不愁，就劝她别继续干这行了。阿珍不好意思地说，男朋友要靠她养，也知道胡子叔是为她好，所以没有过多争辩。就算迟迟没法工作，阿珍和胡子叔感情也越来越好，可能是因为男友只爱钱，也可能是因为身边也没有知心的朋友。阿珍居然从冷酷的胡子叔身上找到了一丝来自长辈的温暖。这是咱们赞个小白，现在只要他给胡子叔发了工资，狗子 APP 就能继续营业赚钱。可小白已然身无分文，连吃饭都困难，哪还有钱给胡子叔？没有收入也就算了，小白的成绩也一落千丈，48分的试卷让他成了全班同学的嘲笑对象。可就是接连不断的打击，让小白决定不再坚持，反正他没有做普通人的命，不如就一条道走到黑吧。为了表示合伙人的诚意，小红给小白科普了学校里各种不为人知的内幕，有人倒卖励志烟，有人代写各科作业，也有人像阿珍一样做着见不得人的兼职。而小红想拉柔道部的学生加入，也是进行过市场调研的，因为柔道部学生本来就经常出入复活的酒局，对接单肯定不会抗拒。可小白作为业内前辈，却不同意小红的计划。你想啊，他们除了提供接单平台，最重要的就是为姑娘们提供保护。
可柔道部的男生个个胳膊都比小白的大腿粗，想找富婆做生意直接找不就得了，根本没必要让中学生这差价。小红这一招不成，就寸步不离的跟着小白学经验。而小白也有发愁的事，结果老爸抢钱事件之后，小白觉得把钱放在哪都不放心，所以这次从储物柜拿到新收入，他就只能把钱随时藏在书包里。可藏在书包里就保险了吗？当然不行。谁还记得阿强这个吃软饭的校霸？他现在热衷于欺负小白，所以特意让小弟买了成人用品，偷偷塞进了小白的书包。接着他再去找教导主任告状，说是在厕所里发现了烟头。教导主任正闲得无聊，一看能逞威风了，就立刻开始在全校搜查违禁品。这时的小白简直太难了，他怕书包里的现金被发现，解释不清。阿强在等着看着出丑。而除了小白之外，还有个意想不到的人也在紧张，那就是阿珍，他的电子烟就在手边。阿强就顾着整小白，差点坑了自己的女朋友。小白实在没办法，只好高喊学校不能侵犯学生人权，反对搜查。教导主任也大派雷霆，就要搜小白的书包。还好小红够机灵，她趁机偷跑出教室，干了件大事，又救了小白一次。事后老师们看监控发现，火灾警报就是小红的恶作剧，但因为小红是好学生，家里有钱有势，再加上小姑娘痛哭流涕，把自己演成了一个压力过大的好孩子，教导主任也懒得再追究了。可班主任却了解小红的脾气，而且哪有人压力大就去按警报的？其实小红的眼泪并不假，她真的对生活十分厌倦，她活在妈妈的掌控中太久了，现在连呼吸都觉得恶心。这一次风波过后，红白二人的关系也更亲近了。小红还帮小白找到了藏钱的好地方，就在社团活动室的沙发里。这里除了他俩，只有班主任会来，而且班主任从来都不打扫，所以把钱藏在沙发里再合适不过了。另一边，阿珍正在 KTV 给阿强庆生，可他最近都没有新收入，只能送阿强一顶便宜的帽子。阿强一看礼物不值钱，立刻川剧变脸，转头和 KTV 老板娘打得火热。阿强的小弟告诉阿珍，教导主任的大搜查全都是阿强搞的鬼。阿珍一想到这次如果搜到他的电子烟，自己也要玩完，当然就开始发脾气，吵着闹着要离开。但没想到刚走到门口，阿珍就碰到了老熟人花姐。花姐是来谈新生意的，所以也很给面子，假装不认识阿珍。花姐想在 KTV 常住，和带几个妹子来接单，老板娘可以从收入中抽成。但老板娘却表示，小妹妹你太年轻了，不知道我和我老公是混黑道的吗？花姐一看老板别致的风格，立刻就决定另谋出路。不过让我们记住这对黑道夫妻，他们之后还会出现。同一天晚上，小红来老妈的娱乐公司看选秀。她上次想招揽柔道部不成，这回灵机一动，直接忽悠来了一个大龄练习生。要知道，在韩国吃苦训练的练习生千万，大部分都做着明星梦，喝着西北风，所以大龄练习生禁不住诱惑，通过狗子 APP 成了小白旗下的第一支兼职 duck。小红对自己介绍的员工顺利上岗，十分有成就感，搂着小白一顿撒欢。随着小白的生意越来越好，平静的海面却再起波澜。大家还记得阿珍遇见眼镜男那次，小白不得已报过警吗？当时负责案件的女警记下了阿珍的背影，而阿珍对此不仅浑然不知，在逐渐看清阿强的真面目以后，她也失去了上学的乐趣，直接把上次给阿强的生日礼物，就是那顶幼稚的帽子，顺手塞给了小白。这一幕让小红逮了个正着，虽然俩人不是男女朋友，但小白还是做贼心虚。在去社团活动室的路上，他还努力的解释自己真的不喜欢阿珍。可是当小红打开活动室的门，小白的喜欢就已经不重要了。到这里，人间课堂的前5集就说完了。孩子们的人生走向似乎都进入了一个死胡同。小白和小红在各自的命运里挣扎，一个想过上普通学生的生活，一个想多落到深渊看看。阿珍只是个恋爱中的天真少女，却要靠出卖自己获取爱情。她的男友阿强则像校园霸凌中最可怕的代表，没有理由，只是一味的以欺负别人取乐。这4个问题学生的出现是家长的失职，也是青少年心理教育缺失的必然现象。人间课堂就这样把真相赤裸裸的揭开，让少年们不美好的一面展现在观众面前，看上去既残忍又引人深思。可说再多都不如大人们放下成见，多走进孩子们的内心看看。当然，这个故事还在继续，小白和小红能否顺利营业？女警究竟会不会问出阿珍的秘密？以及他们如果度过了这次危机，未来还会有什么样的难题在等着小白？上回说到，女警入住小白的高中当校警，恰巧发现阿珍的背影似曾相识。他本想套出阿珍的秘密，没想到半路杀出2个不速之客。白红2人看见阿珍和警察搞到一起，顿时感觉大事不妙，就怕阿珍招供，于是会顺藤摸瓜逮住他俩，这可如何是好？情急之下，2人决定兵分2路。小白自从和教导主任battle之后，胆子也大了，他先冲了进去，大声斥责女警没有任何证据，现在把阿珍当犯人审问，就是侵犯人权，并示意阿珍什么都不要说。另一边，小红假装是学生家长，给警局打了投诉电话，以警察过度执法、苛待学生为由，让女警不得不终止问话。班主任蒙圈了，以前的小白2脚踢不出来个屁，现在倒成辩论高手了。当晚，小红劝小白解雇阿珍，阿珍已经引起了警察的注意，再合作下去，他俩随时都有暴露的风险。小白这次难得和小红意见一致，他让胡子叔押阿珍出来，并冷冰冰的通过辨认器命令阿珍卸载狗的 APP。可阿珍根本不可能乖乖听话，于是胡子叔一把夺过手机，替他完成了最后的工作。由于昨晚的一番折腾，在上学，小白就总想观察阿珍的情绪，殊不知阿强也在观察他，心说这傻小子居然敢偷窥我女朋友。
立马就要收拾小白，还逼问他到底和阿珍啥关系？为什么女警找到阿珍的时候，小白会挺身而出？小白根本没法解释。还好在他挨揍的间隙，阿珍和小红先后赶到了。小红骗阿强说阿珍几天前在施华洛世奇专柜偷东西，正好被路过的小白看见了，所以女警来找阿珍的时候，善良的小白才出面帮忙。阿珍立刻接波下驴，说当时只是想给阿强偷礼物。阿强信以为真，还有点小感动。施华洛世奇可以打钱了。阿珍刚安抚好男友，越想越觉得哪里不对劲。小白突然毫无理由的帮忙，莫非是暗恋自己？ 그게 이런 거야. 설명하자면 기니까 집중해서 잘 들어봐. 그러니까 니네 반 찐따인 내가. 当然，刚刚的一番坦白都只发生在小白的幻想中。话到嘴边，他只能告诉阿珍，每个人的人权都很重要，大家都有维护自己隐私的权利。阿珍虽然听得云里雾里，但他突然发现小白这一套或许真有用，于是他决定带小白去找胡子叔辩论，认为对方不能随便重视他工作的权利。可阿珍哪知道，小白就是胡子叔的老板。这场正反双方只有一个辩手的辩论，压根辩不出个结果。就在阿珍为援交事业发愁时，两个意想不到的人物登场了。看过上期内容的小伙伴应该还记得，黑道 KTV 的老板和老板娘。这一夜，老板偷翻老板娘的手机，好巧不巧发现了手机里的狗子 APP。老板对现代科技没啥了解，以为用狗头像的就是狗男人。再一看聊天内容都是些酒店信息，觉得自己妥妥的是被绿了呀，当即就决定要把奸夫大卸八块。可狗子 APP 毕竟只是接单平台，能接到消息的只有小白这个中介。于是老板一路跟着导航，找到了小白的位置。面对突然登场的一群流氓，胡子叔示意两个孩子快跑，他要打10个。可就在胡子叔武力值爆表，干翻了一群小混混，也架不住有人背后偷袭。甩飞了老板，小白赶紧上前帮忙。他一个人挤出铁门，给胡子叔阿珍制造了逃跑的机会，自己却落入了老板的手中。老板一看小白的手机上也有狗头，便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发了条信息。果不其然，狗子有反应，身为援交平台的幕后 boss， 小白当场就被视为奸夫。老板恨不得马上给他来一场激情集体秀。还好老板娘正要带人看房，小白才不至于成为神雕大侠。他赶紧和老板解释狗子 APP 的来龙去脉，还说 APP 的运营者叫叔叔，自己在叔叔的手下做兼职，收入相当不错。而老板仿佛获得了新的财富密码，也想跟着叔叔赚钱。小白现在活命要紧，只好答应替老板引荐。 좀 여쭤보고 싶다고 해서 정숙하라. 네? 紧要关头还得靠小红，她沉着冷静，一通周旋，最后说好小白先辅导老板入门线上服务，等生意做起来，叔叔再从 KTV 的收入中抽成，小白也暂时摆脱了性命之忧。这时，让人把镜头转向阿珍，胡子叔差点死在自己面前，让阿珍的心境发生了巨大的转变。她约阿强见面，向男友坦白了自己是援交女的事实。可阿强既没有愤怒，也没有责怪，只是觉得可惜不能心安理得的吃晚饭了。阿珍对此失望透顶，直接就和阿强分了手。等胡子叔从迷障上醒来，阿珍已经回到了他的身边，他连忙让阿珍帮他拿手机，可一晚上的功夫，胡子叔的老人机竟然不翼而飞了。原来女警刚刚一直在偷听，所以先阿珍一步拿到了手机，他想尽办法也没解开手机密码。恰巧此时小白打来的电话，眼看身份就要暴露，阿珍及时通过狗的 APP 通风报信，这才让小白顺利过关。这可怎么办？为了联系上胡子叔，小白给胡子叔准备了一部新手机。他悄悄来到医院，想趁胡子叔睡着把手机放下。可阿珍这几天一直在医院照顾胡子叔，小白怕暴露自己，只能先收回手机。阿珍不知道小白心里打着什么算盘，他告诉小白自己现在很想自首，如果胡子叔恢复了身体，要去找老板报仇，那捡回来的这条命又要搭进去。小白一听，如果阿珍自首，警察一定会查到他的头上，所以赶紧劝阿珍现在报警，万一胡子叔的老板报复他怎么办？阿珍从没见过叔叔，但在他的印象里，叔叔一直是个可怕的人物，就暂时收起了自首的想法。这周小白好不容易劝住了阿珍，小红又背着小白单独联系了老板，他们约在日料店见面。小红想趁此机会解决这个心头大患，他却没想到老板把饭局的时间同步给了小白。小白了解老板有个凶残，他不能坐视小红胡闹，可小红就是不肯接他的电话。小白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脑子里想到的都是馊主意。小红没想到小白居然冒险赴约，提前到达了日料店，他只能随机应变，装作服务员确认了包厢内的情况，再到包厢外偷听。这时老板吃饱喝足，开始谈条件了，他要让小白全职做拉皮条的工作，而且为了表达合作的诚意，老板还送了箱补品，让小白带给叔叔。咱们都知道，小白的梦想就是好好念书，考个好大学，让他辍学为老板工作，那简直比要了他的命还难受。小红看不下去小白可怜兮兮的样子，于是答应帮他处理这件事，并且带走了那箱补品。当发现补品里都是现金的时候，小红立刻返回学校，把箱子藏在了食堂活动室的沙发里。可他不知道的是，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，箱子里还有老板事先藏好的跟踪器。老板一路跟踪小红，不费吹灰之力就把小红掳走了。没过多久，小白接到老板的威胁电话，得知小红有可能遇害，小白的精神再也承受不住，已然濒临崩溃。他的阴暗面和老爸互相挖苦，而光明的一面却渴望变成班主任。当然，不管是和老爸还是班主任，不管地狱蟹最后有没有战胜昆虫，以上都是小白做了一场噩梦。而此时的小红悠悠醒来，他迅速判断周围的情况，并马上开始自救。第一步就是扎老板2刀，
就在此时，小白也赶到了，他刚刚抢了老板小弟的车，俩人无证驾驶，手忙脚乱，在老板和老板娘的围攻下，还是磕磕绊绊的逃跑了。之后，俩人为了销毁证据，一把火点燃了破车。随后，小白和小红找了家小旅店稍作休整。今晚发生的一切实在太过惊心动魄，让两个孩子的心也再度贴近了。而就在他们正要发生点啥的时候，小白曾把路过的旧车鸣笛当成警车，当场就吓得浑身僵硬。等回过神来，小白也是哭笑不得，拉皮条、偷窃、伤人、放火，他最近所做的一切都让他与理想背道而驰，越想过得平凡，就越是泥足深陷。同一天晚上，胡子叔带着阿珍来找当兵时的老战友，他拜托战友帮忙找到老板，说啥都要去报仇。而胡子叔为啥热衷于打架呢？也许是因为他当了太久的职业军人，如今身体退伍了，却没有从精神上退伍，所以这么多年他一直靠打架生活。果然，第二天一早，阿珍就发现胡子叔不见了。他担心胡子叔报仇不成会被反杀，只好向女警报案，说可能有暴力事件发生。女警虽然知道眼前的女孩有所隐瞒，但还是答应出面调查。而现在满心都是胡子叔的阿珍肯定想不到，阿强并没有放弃这段感情，他一直在寻找阿珍的靠山。因为以他对阿珍的了解，阿珍肯定不敢自己去接客，肯定有人忽悠阿珍，才让女友误入歧途。但找这个幕后黑手宛如大海捞针，阿强只能安排小弟们全面搜查，最终得到的地址正是老板经营的 KTV。阿强眼前一亮，立刻召集了一帮小弟，要去替阿珍出口恶气。大哥，要不是你花销这么大，阿珍也不至于沦落到卖身赚钱。你现在打自己一顿，才是真的替阿珍出气。就在阿强赶往 KTV 的时候，小红也全副武装的赶到了。他为啥来呢？原来之前老板为了支持小白干活，特地给小白安排了一部专属手机。这次小红本想把手机替换掉，可他毕竟是个孩子，出手还是太冲动了。就在老板想教训小红的时候，阿强带着小弟们正好赶到 KTV 楼下，小红急急逃走，老板莫名其妙被一堆小屁孩找上门，也不多废话，直接安排了自己的小弟迎战，这还来找茬，也不敢硬碰硬，勾搭了胡子叔上天台1v1。而胡子叔临走前，小白也终于忍不住和他相认了，而胡子叔却让的最后一句话，他和老板在天台同归于尽。很难想象，都2020了，还会有这么惨烈的死亡。不过这也符合胡子叔。由于胡子叔身份成谜，女警只能不断审问阿强为什么要去 KTV 打架。阿强和胡子叔素不相识，却在现场捡到一顶熟悉的鸭舌帽，那是阿珍本来打算送给他的生日礼物。后来阿珍把帽子给了谁，阿强不得而知。虽然我们都清楚帽子就是小白落下的，但阿强就只能通过帽子认定这是阿珍援交的人和 KTV 脱不了干系。所以为了继续寻找幕后黑手，阿强还是说出他是因为阿珍而来。提到阿珍的名字，女警也很惊讶，但她瞬间明白了阿珍报案的原因。可惜她没能实现阿珍的嘱托，最后只能给阿珍带来她最害怕听到的消息：胡子叔还是走了。另一头，小白担心胡子叔的安危，不停地刷新社会新闻，想知道胡子叔的死活。小红却一心还惦记着援交生意，让小白赶紧计算一下最近的损失。小白没想到小红这么疯，都这时候了还想着赚钱，他大吼着劝小红回家，当大小姐难道不香吗？小红没有办法，只能告诉小白，她根本不是外人眼中的大小姐，母亲的强势让她几乎活不下去。看着一直强势的小红露出脆弱的一面，小白也不忍心再多说什么，只能让小红如果想继续拉皮条，那就自己单干。很快又到了南欧的周一，由于学生打架斗殴影响恶劣，学校里也是一片低气压。阿珍因为援交女的身份曝光，在学校的角色瞬间转换，从欺负人的小太妹变成了被霸凌的小可怜。小白虽然有心替阿珍解围，可阿珍却并不领情，因为他到现在都忍不住责怪小白，如果小白之前没阻止他报警，那现在胡子叔就算进监狱，也至少能保住一条命。胡子叔的死对小白来说也是无比沉重的打击，在巨大的冲击下，小白再次产生了幻觉。在幻觉中，他正在掩埋阿珍的尸体，而班主任则坐在高处提醒小白别在乎学业了，看看你埋的人还是阿珍吗？就在小白快要在幻觉中窒息的时候，小红约小白去江边见面，并告诉小白他就要去澳洲了，还想带着小白一起去了澳洲，他们就可以放下过去，像普通高中生那样生活。但小白心中牵绊太多，只能拒绝小红的好意。小红无奈之下，只能提醒小白记得检查社团活动室的沙发。与此同时，女警越想越不对，总觉得这案件还有隐情。上次却让他别想那些有的没的，明天赶紧把 KTV 里援交女的手机还了，再去学校回访学生。而加班加了整晚的女警迷迷糊糊带着一箱的手机先去了学校，可却有一部手机响起了狗子的提示音。大家不要误会，这不是小白的狗子，而是老板的狗子。当初为了见到叔叔本尊，老板曾送给小红一箱的现金，那箱子里的跟踪器居然到现在还有电。而就在女警四处寻找跟踪器的时候，小白听了小红的话，在沙发里找到了这一大笔现金。可他还没想好如何处理，班主任就出现了。小白只能把箱子赶紧塞回沙发里。班主任是小白目前唯一能依靠的人，事情走到今天，已经远远超出小白的预想范围。他很想把系里的秘密一股脑的说出来，可却被上课铃声打断了。也就是在小白上课期间，女警找到了沙发的秘密，这一大笔钱来路不明，女警只能带走班主任调查。与此同时，阿强找到阿珍，他马上要因为暴力事件转学，还
还妄想阿珍会因此感动。可阿珍已经不是过去的阿珍了，她完全不想理阿强，并表示自己从没在 KTV 上过班。阿强却无法接受，他拿出那顶鸭舌帽，问阿珍原本要送她的礼物为啥会出现在 KTV。看到帽子，阿珍突然想通了，这顶帽子她随手给了小白，又被阿强在 KTV 捡到，这就说明胡子叔出事那天小白也在 KTV， 所以阿珍一定要弄清楚小白那天在那里干什么。可此时的小白正在投案自首和远走高飞之间徘徊，反正小红也要出国了，他仅剩一点后顾之忧，就只有他的宠物寄居蟹。上一只寄居蟹被老爸踩死不久，小红就送了他这只新的，这只寄居蟹代表着小红的心意，所以不论如何，小白也得对他负责。阿珍找到小白，拿出了帽子，质问他当天为什么会在现场。小白一下就被问懵了，他知道自己再也无法隐瞒，只能哭着向阿珍道歉，也承认自己就是叔叔。他做这一切的原因不过是想和同学们一样好好上学。阿珍可不管小白的眼泪，他又问小红是不是小白的同伙。小白听得更害怕了，只说小红只是觉得好玩。狗子 APP 从投入使用到现在都是他一手操控的，小红是无辜的。阿珍的目的达成，就打算就要小白离开。其实他刚刚录下了小白的话，现在只想报警送他们这些坏人进监狱。可他也是心急，还没走出2步就想听录音回放，刚好被身后的小白发现。小白求阿珍能放过小红一马，自己会去警局自首。阿珍根本听不进去，小白见劝说不成，只能处抢。两人争执不下，小白一个失手，再次酿成了大祸。看着倒在血泊中逼死的阿珍，小白善良的秉性荡然无存。他拿起阿珍的手机，连寄居蟹也不顾了，立刻回家收拾行李准备跑路。可他每次想离开，总有人要阻拦他离去的脚步。阿强夺门而入，因为他刚刚重回 KTV， 想弄清楚阿珍到底是不是在那里工作，并从老板娘那里得知了小白干的事儿。阿强没想到，看上去老实巴交的小白居然会干这种买卖，所以他直接找上门来，还想叫阿珍一起来当面对质。可阿强不知道，现在的阿珍接不了电话了。别看小白下手挺狠，但阿强不愧是校霸，他很快反应过来，随手抄起一把剪子就开始猛戳小白。小红扶着半残的小白，想带他一起离开，可小白却不想再拖累小红，他们都放不下对方。但事已至此，聪明如小红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。小白，一个老师眼里的优等生，同学眼中的窝囊废，一个只想过寻常人生的孩子，到底是从哪里开始出错，最终走向了穷途末路。不过万幸的是，阿珍并没死。班主任接受完调查，立刻赶到阿珍出事的地方。而人间课堂的最后一个镜头，出现了某个人给寄居蟹喂食的手，故事也戛然而止。人间课堂看到这里，我相信许多观众都和我一样唏嘘不已，感慨韩国的青春疼痛题材未免也太疼了些。但略显开放的结局还是给了我们一点遐想的空间。目前对结局主要有2种猜测，一种情况是小白还是在小红的帮助下逃走了，最后出现了那只手也是小白的手；另一种情况是班主任赶来带走了小白，因为小白曾想过向班主任坦白一切，班主任也提过如果需要他可以帮小白收拾烂摊子。而班主任出现在阿珍受伤的现场，说不定也看到了小白不要交给阿珍照顾的寄居蟹，所以班主任最后很可能说到做到，给寄居蟹喂食的手也可能是他的。同意第一种结局的扣1，同意第2种结局的扣2，都不同意的请把这次一定打在公屏上。不过如果让我做一个假设，我更希望小白能治好伤活下去，并和小红一起为所犯的错承担罪责，最后过上他所希望的平凡的人生。人间课堂这部剧我纠结了很久要不要做成视频，因为它的故事太过阴暗，颠覆了我对青春犯罪题材的想象。人间课堂更像是给观看这部剧的大人们上了血淋淋的一课，尤其2个孩子面对重重危机时，我更是感到成人的失职。班主任关心学生吗？关心。女警在认真破案吗？认真。但家长的失职是其他大人无法弥补的。虽然小白属于极个别案例，可是当这样的孩子需要帮助时，他或她该怎么办呢？一定要像人间课堂片头提示所说的那样，寻找正规途径的帮助。如果你是比较成熟的大人，看到误入歧途的孩子，希望你能像片尾建议的那样，给予迷茫的孩子一点温暖和安慰。人间这堂课并不只有孩子们，也是我们每个人终其一生都要研究的课题。